餐厅老板一家遭到了入室抢劫，不料貌美的女儿却引起了歹徒的嫌疑。然后他就把小女儿带到旁边，给强行侵犯了。而另一个歹徒则盯上了大女儿。可悲的是，母亲却只能崩溃地跪在一旁，什么也做不了。事后警察赶到后，父亲和小女儿已被杀死，只有母亲和大女儿幸免遇难。而据俩人描述，一共有3个蒙面歹徒，应该都是年轻的白人，但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其余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眼见再也问不出线索了，警察只能加大了对现场的勘查。不成想还真发现了疑点，就是后门竟然没锁半开着，可凶手是从前门进来的，并且这里还有一个血脚印，经比对与现场的所有人都不吻合，因此警察推测当时还有1人在场，然后趁夜色逃离了这里。就这样，这个人成为了破案线索。然而令警方头疼的是，要想找出这个第4人无疑是大海捞针，但他们分析，既然能从后门进去，那他肯定有钥匙。于是为了确定都谁有后门钥匙，警察来询问了悲伤的母女，不料女儿突然提到了一个名字，警察赶紧问他是谁，哪知竟然是母亲的弟弟，也就是女儿的舅舅。可母亲相信这事与弟弟无关，并且一副不愿多说的样子。见状，警察当即强硬起来，要走了弟弟的住址。随后他们就赶到了他的公寓，结果却发现弟弟永强刚刚跳窗逃了，但警察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很快就将他给逮住了。然而面对警方的审问，永强竟表示对那事一无所知。至于逃跑的原因，则是我害怕被遣返，因为我是非法移民，并且我还是同性恋，一旦被遣返回国，肯定会被同胞杀死的。可永强现在是唯一的线索，警察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也不幸永强一无所知，于是对他进行了严刑拷问。最终永强被打动了，承认在现场看到了一切。可我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报警，因为只要我露面，不会有任何人保护我，只会立刻被移民局逮捕，遣返回国。对此永强很是自责，但警察该问还得问，希望知道整个过程。于是永强解释，我本是去干杂活的，但到达后就听到了尖叫声，然后就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接着我就躲起来了。我看到有3个蒙面歹徒，其中2人性侵了我的侄女们，另一个人只是站在旁边，并且我看见他的脸了，因为他把面具摘下来了一会儿，这可是重要线索。而且永强还见过这个人，他以前在餐厅工作过。哪知就在这时，母亲竟急匆匆赶了过来，她十分担心弟弟被遣返，不过警察保证不会举报的。至此母亲才放下心来。随后姐弟2人见了面，永强很是懊悔自己的软弱，不过母亲还是原谅了他，而警察也就趁机问起了那个人的情况，想知道母亲是否和哪个员工有矛盾。可他表示因为生意不好，不得不解雇过很多人，说不准是哪一个。不过警察立马想起有没有员工集体的合照，这样就可以让永强指认了。结果母亲恰巧有一张，而永强也一眼就认出了那人，居然是玉田。但这让母亲难以置信，因为他们可拿着玉田当家人一般呢。可警察不管这些，事实摆在这了，母亲也只能无奈接受了。然后警察就问出了玉田现在的住址，紧接着就来到他上班的餐厅，将玉田给逮捕了。但是玉田坚决不承认性侵和杀人，于是警察就开始了忽悠，承诺只要招供或许就可以提供一份认罪协议。可哪知就在玉田意识松懈之际，审问突然被叫停了，竟是移民保护律师文峰赶到了，警察不得不中断了审讯，但立马就喊来了永强，让他进行列队指认。而永强也不负众望，直接指认出了玉田。随后永强就成了关键证人，因此警方决定对他进行24小时保护，于是派了1名警探跟着永强。可就在他出门抽烟之际，意外还是发生了，移民局不知突然从哪里冲了出来，不由分说就要抓捕永强。即使警探极力解释阻止，但移民局并不鸟他，仍是把永强带走了。这下可坏菜了。随后警方就立马赶到了移民局要人，可虽然他们有法院手令，也讲明了永强的重要性，但移民局就是认为他危害国家安全，并且已经驱逐了。见状，警方只好赶紧问送他去哪个机场了。结果移民局竟以机密为由拒绝了，然后就开始赶人了。这下可把警察气坏了，哪知移民局竟叫他赶紧滚。这下大家没办法了。而就在他们打算挨个机场去查之际，前台却语出惊人，飞机10分钟前已起飞。这下完了，唯一的证人就这么没了。然后由于没人指证，玉田就这么被无罪释放了。为此抗议者还发生了骚乱，局面一下失控了。结果不久后就发生了悲剧，玉田被挟持了。这下可把警察急坏了，虽然他是凶手，但警方还得指望玉田供出其余2人呢。然而挟持玉田的人可不一般，他们都是餐厅老板的邻居，只是出于道义，想逼玉田供出其余2名凶手，替老板讨还公道，却不料经验不足，被狙击手当场爆头。随后玉田也获救了。可当警察看到这一幕，也是唏嘘不已，简直是造孽啊！不过警察也有了单独问话的机会，但玉田就是不招供。而就在本森严刑拷问之际，律师又及时赶到了，阻止了警察与玉田的谈话。警察当然很气愤了，结果律师竟振振有词，称玉田妻子可以为他做不在场证明，你们就是抓错人了。本森还想和他争执，但毕竟没有证据，最后被律师怼得无话可说了。不过随后他们就来找了玉田媳妇，试图在他身上打开突破口，但妻子坚决为丈夫做不在场证明。对此警察肯定是不信的，于是又拿他的孩子做起了威胁，警告妻子你这是做伪证，到时会受到惩罚，你的孩子就会没人照顾，被送去福利局。可妻子根本不听，还把警察给撵走了。结果后脚他和孩子就被抓进了派出所。尽管警察还想说服妻子，但他仍是执迷不悟。没办法，本森只好当面打给了移民局。这下妻子终于害怕了，赶紧喊了停。接着他就坦白那天玉田很晚才回家，大约是凌晨2点，鞋上还沾着血。
这下玉田的不在场证据算是没了，然后警察就又把他抓来了。而在得知一切后，玉田再也不敢隐瞒了，终于老实交代，另2名同伙是我的新同事，他们分别叫大国和天来。我就是因为被开除了生气，只是想去教训一下老板，不料那2人却干出了这种事，最后也供出了他俩的住址。就这样，警方迅速将2人给逮捕了，但他俩可是死硬分子，坚决不承认自己犯罪了，并且还不断挑衅警方，气得警察差点没忍住直接动刑。最后眼见他们不招，就只能直接起诉了。而开庭后，首先玉田作证，对陪审团讲述了那晚惨案的详细发生过程。可哪知就在休庭期间，在检察官向媒体宣告必胜时，突然身边传来了数声枪响，而在枪手被制服后，警察才震惊地发现，竟是玉田被打死了。这下可坏菜了，虽然枪手是想主持正义，但玉田可是指认大国和天来的唯一证人啊，简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而为了能将2人绳之以法，警察只好传唤了大国妻子，因为他们知道女人在包庇丈夫，给大国做的不在场证明完全是假的，所以试图说服他悬崖勒马。可即使警察又拿孩子做威胁，妻子仍是不松口，一口咬定当晚大国就在家里，哪里也没有去。对此，警方一时拿他也没了办法。然而就在整个案子陷入僵局之际，母亲突然来到了派出所，一见面就说：“我认出当晚袭击者的脸了，我知道他们是谁，就是大国和天来。可你之前说你没看见他们的脸呀？”而对此母亲的解释是，当时凶手威胁会回来杀了我和女儿，所以我才害怕没敢说的。可现在他俩被抓了，我也就不害怕了，并主动要求出庭作证。然而本森和检察官却没立即答应，2人对此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检察官认为这是天赐的证据，可本森却不赞同，他猜测母亲是在撒谎。而检察官也是有所怀疑的，但为了尽快处置凶手，他采取了偏心的态度。虽然本森提醒他这样做很容易被拆穿，可检察官决定要孤注一掷试一下，本森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结果果然在母亲指认了大国和玉田后，2人的律师当即拿出了证据，就是一开始警察给母亲做的笔录，上面明确写着他说没看见袭击者的脸。对此母亲也承认了。 And then the day after Hector Ramirez was murdered, you walked into Lieutenant Benson's office and you told her you did see their faces, that they weren't wearing masks the whole time. So they were wearing masks the whole time until Hector Ramirez was shot and killed. Then suddenly they weren't wearing masks the whole time. No, that is not true. You knew the prosecution's case was weak. You knew that Hector Ramirez dying made it weaker, so you decided to lie. You decided to change your testimony to increase the odds of winning the case and get justice for your family. Isn't it true that you waited for Hector Ramirez to be dead before you told Lieutenant Benson that you saw the faces of Stephen Cole and Mitchell Jenkins because you believed that was the only way to win the case? 母亲当然否认了，并且还语出惊人，称在玉田死前好几周，我就跟本森警督说过了。这下本森可傻眼了，根本没这回事啊。不过检察官却有了新想法，休庭后就赶紧找上了本森，通知他，对方已经准备传唤你作证了。可本森也当即明言，母亲根本没提前说过。没想到检察官却不以为意，竟然暗示让他撒谎承认，理由是为了伸张正义。而这对本森可是一个考验了。然而本森可是一名正直有原则的警察，在律师提问后，他据实做了回答，也就证明母亲撒谎了。结果事后母亲立即找了上来，质问本森：“你不是要替我们讨回公道吗？可这违反了原则。”不料却遭到了母亲的责骂，还抱怨刚才我给你创造了机会，可你却不帮忙。对此本森很是头疼，哪知这一幕恰巧被大国媳妇看到了，他竟同情起了本森，也感受到了警察的不易。而本森也趁机又做起了思想工作，提到了妻子被家暴的事，搞得他终于破防了，最终决定坐上证人席，指证那晚大国根本没在家，第2天凌晨才回来，他的裤子和鞋上还沾着血。结果大国顿时恼羞成怒，立马就要冲上前掐死妻子，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而大国的表现也说明了一切，案子也就不用再审了。经过一番波折后，检方终于是胜诉了。